你松不松手？我数到3就拿花铲拍你脑袋了。姑娘，求你给口水就好，一口就够。3分钟前我还在骂账单，4200，这个月房租又涨了200。房东是觉得我这花店印钞票呢。水电1800，进货3000，然后卖出去多少呢？大家猜猜。昨天1盆绿萝，前天2包营养土，加起来还不够付1天电费。撑住啊，老伙计！你要是也死了，这个月的成活率就跌破60%了。你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这是我的温室，我要报警了！姑娘，在下萧瑞恒，凤城世子，并非歹人。你从我的井里爬出来，告诉我你不是歹人，你觉得哪个字比较有说服力？在下确实有此井而来，但绝非有意冒犯。此处，那是水吗？那是矿泉水，2块1瓶。你要买的话扫码。算了，你嘴都裂成这样了。这水无沙、无碎叶、无土性，清的，我从未饮过这般干净的水。大哥，那是纯净水，执行国标的，出厂就这样。你干嘛？起来！我这温室不行这个。姑娘，凤城3年未逢雨，河川断流，田亩尽裂，百姓以树皮草根续命，婴儿哭不出泪，因为连泪都干了。你等一下，你认真的吗？若今日我在此处说谎，回去说天打雷劈，但凤城的天连雷都不打了，因为没有云。我见过很多人来我店里的，有买花哄女朋友的，有拍照画发朋友圈的，有讲价降到我想骂人的，但没见过这种眼神。那种把最后一点力气全压在1瓶水上的眼神。这瓶不要钱，喝慢点儿。多谢。你先别谢，你得跟我解释，你到底怎么从这口井里冒出来的？外面通哪儿？下面有暗道吗？在下也不知其理，只知那口枯井近日忽生异光，我试探而下，再醒来便在此处。此物是家母旧年所赐，不值几何，但求姑娘念在生民之苦，日后若在下再来，能否以此换水？你拿玉给我换矿泉水？并非只为我一人，城中百姓老弱妇孺已经撑不了太久了。时辰到了，在下必须回去。你就这么跳下去？下面是水啊，你不怕？无妨，来时便是此路。姑娘贵姓？免贵，夏。夏姑娘，萧某记住了。和田青白玉，沁色自然。这刀工是工造的路子，少说300-400年。值多少钱？单这一枚，行情2万到3万。如果你手里不止这一个，随时联系我。2瓶矿泉水，4块钱，换了一个值3万块的玉扣。姐，你听我说，我表姐去年也是压力太大，就开始说看见东西，我没产生幻觉。你摸摸这个，幻觉能摸出包浆来吗？还挺沉，哪儿来的？昨天那个古代人跟我换的，刚做完鉴定，真品，值2-3万。你是说，有个古代人从废井里穿越过来，跟你用古董换了2瓶矿泉水？总结得非常精准。这比我追的短剧还离谱。我知道，但他不像在演，他那张脸，脱水脱到眼窝都凹进去了，那种状态装不出来。那他还会来吗？不知道，
我让他今天来。夏姑娘，你真来了。说过会来，萧某不狂言。府中余银不多，但换水应当够几日之数。你们那边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粮价翻了12倍，城中最大的几家粮铺有粮不卖，说库中已空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在等价钱再涨。那刚府不管，父王开了府中存粮分给百姓，但杯水车薪，府里的储备最多再撑7日。7天之后呢？我问你，你需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水，是粮，还是别的？都需要，但水最急，没有水，什么都种不活，人也活不了。我帮你，但有3个条件。姑娘请说。第一，我不是仙人，就是个快倒闭的花店老板，能力有限，别指望我拯救苍生。萧某明白。第二，所有东西公平交换，你们拿得出什么就换什么，我不做慈善。合情合理。第三，方法我来定，不许拿什么祖宗规矩来压我，能做到吗？若姑娘之法当真能救人，萧某担保，没有人会违逆。你管得了别人吗？担保不了，但我尽力。水你知道了，这个叫压缩饼干，硬弹管饱，别一次塞多，会噎。此物虽粗粝，但比树皮草根强上100倍。你们真吃过树皮？这些先分给老人和孩子。行，但这些撑不了几天。回去想想，可有未干透的田、残井或存水的洼地？我回去即刻排查。光给你们送水送食物没用，得自己能产粮，才算真的活路。夏姑娘，今日之恩，萧某刻在心里。别刻那么深，明天你还得来搬东西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但他那句婴儿哭不出泪，我忘不掉。你明天一定要来，我说到做到，你也是。耐旱谷种3斤，高粱种2斤，红薯苗20株，滴灌管10卷，土壤检测笔2支。姐，你这是开花店还是搞扶贫？帮我下单就行。你一个卖花的突然买谷种，供应商不觉得奇怪？那就说我搞多元化经营，花卉和粮食两手抓。帮你找个什么都卖还不爱问问题的农资店吧。他大概率看不懂。幼儿园教学水平，但管用就行。这袋是种子，3种，谷子最耐旱，高粱次之，红薯最抗贫瘠，土再差也能活。这般细小之物能长出粮食？别小看种子，它比你想象的坚强。这是何物？滴灌管，每隔一段有个小孔，水从管子里走，从小孔渗到根部，一滴都不浪费。以水入管，分而灌之，如同引渠却不开渠。差不多，你理解能力挺强的。我画了图，你照着看。裂纹代表旱，水滴代表湿，箭头朝上是碱性过高。姑娘画得明白。再记一件事，下地前一定要先测土，盐碱太重，种了也白费。先是半亩，种好了再扩。选地势低处，容易存水，周围最好有旧井或干沟，万一还有地下暗水，后面能用上。半亩低洼处，进旧井，先测土，不慢灌。你比我带过的实习生靠谱多了。夏姑娘，明日我带选址消息来。好，还有，别一个人干，你是世子，指挥比刨土重要。不碰土的人，没资格让别人碰。我不知道种子在那边的世界会不会发芽，但如果什么都不做，那边的人连等发芽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们会长出来的，对吧？世子，这块地荒了2年，怕是种不活什么了。试过才知道，偏碱，但没到不能种的程度，湿度很低，要先引水浇透。世子好兴致，在荒田里倒腾什么呢？方大人消息倒是灵通。这是何物？灌溉用的水管，比明渠省水，
世子，凤城的田300年来都是沟渠灌溉，祖上定下的章法，历经旱涝从未更改，所以3年旱灾也没改。那是天意，不是农法的问题。方大人，天不下雨，渠里没水，灌空气吗？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没有经过农务司衡验，贸然用在王田上，于制不合。人都快渴死了，还在谈于制不合？制度是根本，乱了制度，人心更不可收拾。方大人，你管了20年农务，凤城年年减产，3年旱灾至今，你的沟渠救回来几条命？世子这话未免太过。过不过的，地里见分晓。这块田我开定了，您若觉得旧法好，大可另选一块地，各种各的，谁先出苗谁说了算。方大人，百姓快死了，我没时间等朝廷批文，也没时间辩论300年的规矩。世子若种不出粮，老臣会如实上报。世子，方大人怕是不会善罢甘休，那是他的事。这块田活不活才是我的事。把滴灌管铺上，照那张图，主管走中间，主管分2侧，小孔朝下。世子，这画的虫子是什么意思？那是裂纹，代表干，干活吧。夏姑娘说过，别小看种子，它比你想象的坚强。那就试试。那个有刺，不疼，都扎红了。好了，走吧，带你看看。四季如春，恒温恒湿控制的，没什么神奇的。虎皮林耐旱，1个月不浇水照样活。叶片厚，储水能力强，蒸发慢，植物界的骆驼。此物的存活之道，能否借鉴到庄稼上？思路是对的，旱地种植核心就2件事：减少蒸发，让根扎得更深去够水。这些叶片肥厚，是把水存起来了，环境越干越拼命储水。我给你的那些谷种，都是这个思路，根系发达，不需要泡水也能活，旱而不枯，以身聚水。种子不能直接扔进干地，得先在育苗盘发芽，根系稳了再移到大田。像小孩子在屋里养壮实了再经风雨。轻点儿，你那手劲儿能把它捏断。当真娇嫩，为何将壶举那么高？高处浇下去，水散成细雾，不会冲坏根，直接到幼苗就完了。如浇幼苗，如育幼童，不可急，不可猛。我该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前3期种植要点全在里面，每步都有图，看不懂的圈了，下次问我。多谢夏姑娘。这本子5块钱，记你账上。你这温室是我见过最好的地方，比你的王府还好。王府有高墙深院，却长不出一棵活物。你这里很小，却什么都在生长。你脸怎么红了？温室热的，现在才23度。沈可欣，你今天话很多啊。行，你订的红薯苗到了，老板多送了5株，5株也好，多1株是1株。世子，是不是种坏了？旱地发芽慢，7到10天，急不得。可百姓天天在城门口问，这地到底能不能长东西？段婶，这地连坨都成不了，你让它长东西，不种也是死地。荒着是地歇气，你非逼它长东西，那是逆了他的命。段婶儿，您种了40年地，经验比我多，但这3年旱灾老办法救回来几亩田，天变了，法子也得跟着变。变？你那几根黑管子就能把死地救活？不能保证，但值得一试。段婶儿，你挑块地用你的法子种，我用我的，同种子同水量，10天后看谁先出苗，输的听赢的。你要跟老婆子打赌？不叫打赌，叫对照实验。2块地摆一起，输赢大家看得见。你输了呢？我把地还你们，从此不在城南折腾。行，老婆子接了，但说好公平比，不许用稀奇古怪的偏方给苗催命。绝对公平，同一种谷种，同一口井的水，10天后见。10天后见。你跟人打赌了？对照实验。你别给我换说法，你就是打赌，输了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不打。
他们永远不会信。嘴上说100遍，不如地里长1遍。行吧，你既然赌了，那就不能输。浸种剂，播种前把种子泡4个小时，软化种壳，加快发芽。旱地专用，泡过之后正常7天出膜，比不泡2、3天。够了。地膜铺在土面上，白天保温，减少蒸发，晚上锁地温，等于给种子盖了一层被子。此物透光却不透水，妙。边缘用土压实，不然风一吹全掀了。苗眼的地方戳洞，芽要能钻出来，别压力太大。就算比它慢2天，但出苗率高也算赢。我不想赢一半，要赢就赢得让他没话说。你认真起来挺吓人的。边城的命压在这块地上，容不得侥幸。带回去栽在试验田边上，讨个彩头。萧某不信这些，那就当我信。他每次走的时候都说回去了，从来不说再见，好像在告诉我，一定还会来。城里最后3家铺子也顶不住了，粮价涨了20倍，他们扛不住进价，准备关门。关了好，关的越多，咱们剩下的越值钱。誉王府在分粮，百姓还是念他们的好。念好有什么用？粮在我手里，价格我说了算。王府那点存粮还能分几天？听说世子在城南开了块试验田，种了什么新粮。旱成这样还种粮，他是疯了还是傻了？那万一种出来了呢？那就让他种不出来。可万一世子查出来，查？他得先有粮养活衙门的人，才有精力查。先别急着动，等他的芽儿刚冒头最心疼的时候再动手，才疼得透。好天气。长出来了，接近9成，出了9成。那是浸种剂加地膜的功劳。段婶那边呢？不到5成，正常。传统干播法在极旱条件下就这样，再等3天，让苗长壮一点，要赢得体面。你比我想的大度。不是大度，段婶将来要帮你推广，给人留面子就是给自己留路。夏姑娘，你说话时偶尔像个老者。26岁的老者，谢谢。我是说，你看事情看得远。那是因为吃过亏，花店3年赔了2年半，全是不懂人情交的学费。萧某也交过不少。那咱们算校友了。校友就是一起吃过亏的人。世子，田里出虫了，黑压压的在啃。把周围的火把全点上，把巡夜的人叫回来。要不要等天亮再处理？等天亮，苗还在不在就不好了。来，量一下。出虫了，密度极高，苗叶被啃了1层，再不处理，明天全完了。1比500兑水，叶面叶背都要喷。蚜虫最爱躲叶子背面。记住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去。夏姑娘，那边已经入夜了，要对错比例，多了烧苗，少了杀不死虫。让你弄我不放心。走。等等，谁在往苗上泼水？停！这么大力浇水，虫没冲掉，苗先冲断了。都过来。这瓶盖一盖配1壶水，多了苗死的比虫啃还快。叶背全是虫卵，喷到了才管用。你一边我半边，别磨蹭。都喷完了，最后一排刚喷完。明早再检查一次，活虫清掉，死虫不用管，会自然脱落。别出声，想死啊！你就让我歪着脖子睡了一整宿，我明天得贴3贴膏药。药管用了，晚上再补喷1次，基本能控制住。我得回去了，沈可欣看见我不在会报警。下次出虫别等到啃了1层再告诉我，早发现早治，苗也少受罪。萧某记住了。你肩膀还好吧？
我头挺沉的。不重，像一盆小号的绣球。你还学会开玩笑了？跟你学的。世子，要不要回府歇歇？不用，先去巡田，每垄都查。世子，人被铐着脖子不酸吗？不酸，真的。闭嘴干活。姐，你昨晚睡哪儿了？店里。眼圈这么黑，衣服上全是土，你是在花盆里过夜的？姐，出事了，滴灌管被退单了，采购量异常，供应商要用途证明。订单号尾号3847，我可以补材料，给我3天。不好意思，平台风控那边已经驳回了。你最近半个月采购量是正常花店的8倍，货进店就消失，平台标记你了，7天窗口期，拿不出合理解释就冻结账户。另外，房东上周查水秒，说你用水量是隔壁3家的总和，问我你是不是开工厂。我替你搪塞了一次。短期可以分散渠道走线下现金，长期你得给我一个说法。如果我说了，你会觉得我疯了。从你说有人从井里爬出来那天，我就觉得你疯了。但你还在帮我，因为你是我姐，你疯我陪着。那些东西通过那口古井另一个时代，送到了另一个闹旱灾的古代边城。我昨晚一夜没睡，把你从第1周到现在的进货记录全查了，还翻了你的垃圾桶和那件运动外套。泥土味不是咱们这边的土，是日晒爆裂的干土。还有你的手，3个月多了4道干诺农活的茧。我可以接受你疯了，但你的手、衣服记录不会骗我。所以你信了？我信你不是在骗我。至于古井这件事，让我再消化消化。但物流和账我继续帮你跟，别再一个人扛了。你昨天走的时候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我也以为我不会回来，后来想了想，你这个数学水平，没我做账，连亏了多少都算不清。吃包子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欢迎光。以山在吗？小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师弟的公司接了你的单，听说你在批量买耐旱种子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消息传得真快。开花店的买粮食种子，还买土壤检测笔和滴灌管，是你买的东西太离谱。你可以打电话的。电话里看不到你的状态。瘦了。新型生物试剂广补抗虫，还没上市，但数据很好。低浓度日常预防，中浓度虫串初期，高浓度爆发期应急。小诺，谢谢。你在哪儿试种的？我想看看实际效果。这个暂时不方便，位置比较偏。李潇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就是一个个人项目，还不成熟，不想太早让别人介入。这是我的实验室直线和私人号码，药剂不够随时说，种子有问题随时问。如果你需要更大批量的种子，不要走零售平台了，我帮你从院里种子库调，走科研合作渠道，不用解释用途，我来签字。你这样帮我，万一出了问题……不会，我知道你不会拿这些东西做坏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大学4年，连实验室的花被人踩了，都要心疼半天，何况是粮食。我该回去了，下午还有实验要跑数据。一山，有事打我电话，任何事。姐，开3个小时，带了药剂和手写说明书，没问你在干什么，没要任何回报。走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有事打电话。他就是热心，热心的男人最可怕。世子，巷口有生面孔，半夜路过死巷，不去古井了。那夏姑娘那边，她会等我的。你怎么了？巷口的孩子说我娘跟妖女混，说我们家的粮食邪术变的。我说不是，他们就骂我。
城里传得厉害，说管子是邪物，苗长得快是吸了地气，吃了折寿。刘伯，我老伴儿发烧3天了，邻居都说是因为我碰了这些邪物。刘伯，发烧跟管子没关系，可能是暑热。你说没关系，我老伴说没关系吗？邻居说没关系吗？我信过你世子，但我家就我和老伴2个人，他要是出事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刘伯都不敢用了，咱们还敢吗？刘老汉当众扯了管子，城里谣言传开了，试验田也有人抵制了。好，一个老人带头比10个年轻人管用。去找方秋林，把百姓的请愿帖送到他案上。他那个人最怕新东西压过旧规矩，万一世子压得住呢？压得住人，压不住心。谣言这东西，你堵1个口，他从10个口冒出来，他就算重新铺上管子，百姓心里那根刺也拔不掉了。送上去。大人，世子那边会不会来路不明的东西，不能因为有用就不管不。方大人那封折子写得很重，加上百姓谣言，对赌赢了的效果也被冲淡了。试验田赢了，但民心在输。这些东西在他笔下那么简单明了，到了百姓面前，怎么就变成了邪物？传令，明天起试验田照常运作，谁都不许停。可百姓怕谣言，是因为他们只听见了嘴，没看见过眼。姐，你还在店里？在等人。今天没来？你别等太晚。段婶儿，今晚我要住进育苗棚，住一整夜。明天让全城的人来看我是不是还活着。你疯了！万一受了寒，他们不会说棚子没问题，只会说棚子把世子害了。所以不能生病。行，老婆子陪你。不用，你一个人住。明天他们说你做了手脚，2个人作证，比1个人管用。段婶，你儿子昨天才被骂，你现在跟我住棚，他们会说得更难听。说就说，是要让我儿子知道，他娘敢站出来。世子，你在里面还好吗？挺好，比外面暖和。那些苗不会对人怎么样吧？跟你家菜园子里的一模一样。这棚子就是给他们挡风保温的，跟给孩子盖被子一个道理。老婆子今年53，要是这棚子真能吸气，第一个吸的就是我。你们明天来看。他还在等吗？大家自己看，住了一整晚，气没被吸走，手脚俱全。不但没事儿，腰疼反倒好了些。棚里暖和。这些小芽什么时候长出来？快了，再等几天。世子，这一宿没白住。棚不用拆了。这不是我播下去的种子，有人换了。住棚那晚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正面，有人趁我被困在棚里，从背后捅了一刀。你终于来了，3天了，你知不？你怎么了？种子被人换了，育苗棚里靠边3盘，趁夜偷换的，全是死种空壳，一粒都不会发芽。给我看看。3个月，我运了3个月的东西过来，熬了多少夜，花了多少钱，每一粒种子都是我亲手挑的，亲手检查发芽率，亲手密封，亲手递给你，然后被人掏空了，装回去，塞进土里，等着我们发现它什么都长不出来。种子废了，我可以再补，但有人故意让你们相信了一次，再亲手把那个相信砸碎。不看了，不看了。下一山，看了会心疼，心疼了会乱。有人怕到要冒险夜闯育苗棚动手脚，这恰恰说明我们做的是在起效。深吸一口气，
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静的？跟你学的。种子没了可以再来，但人心乱了才真补不回来。这批抗旱性更强，但没经过大田验证，只有实验室数据。现在顾不上验证了，能种就种，浸种时间缩短到2小时，密度比之前大一点，其他一样。育苗棚侧面那道缝，用绳子从里面扎死。还有，那些死种别扔，留着，以后当证据用。换种子的人范围很小，我已经在查。你怀疑张扬？夏姑娘，你刚才哭了吗？没有，眼睛进沙子了。这是温室，没有沙子。那是花粉过敏。你在温室里干了3年，现在才过敏。你问题很多，快走吧，光要没了。你今天叫我名字了？什么？刚才你第一次没叫我夏姑娘。抱歉，失礼了。没有不高兴，就是不太习惯。那下次再说，快走吧。夏以山，你不是来哭的，你是来种地的。他说过，别小看种子，他比你想象的坚强。原来那批是9成。哎，段婶儿，那3盘真补回来了？不算全补，原来能覆盖10亩，现在最多6亩半，少了将近1半。但旱年这6亩半比1000亩田都金贵。移栽前浇透，3天不浇逼根往下，苗坑半碗定根水，覆膜锁水。段婶儿，这碗水是不是浇多了？你看碗底水线，超过这条线就多了，跟喂娃一样，不能一口灌1壶奶。段婶儿，你成夏姑娘传声筒了。老婆子学到好东西，不传给你们留着发霉啊。苗都移了6亩半，6亩半谷子，按旱地猛产300斤，去掉损耗和留种，实际大概1500斤。你们4000口人，不到1斤，所以这批粮的意义不在于吃，在于种。留种3成，明年20亩，后年60亩，第4年覆盖凤城全部可耕地，前提是这6亩半必须成功。它不是粮食，是种子的种子。新的灌溉维护手册加了粮食储存和防霉的内容，仓储不通风，谷子会发霉，渠道应急。你们那条东渠闸口是木头的，旱天干裂，雨天泡涨，迟早出问题。保的，每一粒都是保的。老婆子种了40年地，旱年种出这样的，头一回。那些管子把水全送到根上了，一滴都没浪费。传令，今日起收割，留种3成，余粮入烂。3日后，城南办庆。办庆？百姓苦了孽，自让他们笑一回。这不是丰收庆典，是一场活下来的庆典。熟了，谷子红薯共收1800斤，留种3成，入仓1200。1200斤，数字不大，但每一斤都是真的。你说办庆，我能去吗？这次人更多，你给我准备衣裳，遮半张脸，就说我是城外来的远亲。你哪里像我的远亲？种了3个月的地，丰收了不让我看一眼，天理不容。还有，庆典场地布置交给我。这谁弄的？早啊，段婶儿。好看，3年没见了，教我。太好看了，凤城活了。旱灾前城里也有人卖花，2文钱一束，我嫌贵没买过，后来想买都买不到了。拿着，不要钱，今天高兴，人人有份儿。乡亲们，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裕王府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，是因为你们自己。你们浇了水，除了虫，守了田，扛了3个月，这1200斤粮是你们种出来的，辛苦了。还有一个人，他给了我们种子，教了我们从没见过的法子。他不是凤城的人，但他把凤城的事当自己的事。他叫夏以山，今天场上这些花也是他布置的。别！
我就搞了个装饰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花神娘娘，花神，别叫这个，叫我夏老板就行。夏姑娘，你认了吧，不认他们追着你喊到明天。刘伯，你怎么吃这么慢？舍不得咽，3年没吃过这个味儿了。姑娘，上次的事儿老汉对不住，那管子是老汉亲手扯的。我知道，不怪你。人怕的时候会做蠢事，谁都一样。那管子柿子后来又铺上了，老汉的地是用那管子浇出来的。所以你现在还怕吗？不怕了。那就行。想去城墙上看看吗？上面能看见整片田。1200斤，说多不多？不多，但够证明这条路走得通。你今天说辛苦了，你自己呢？3个月天天巡田，天天应付谣言，中间还被偷换种子，你不辛苦？还好。你每次是说还好，我就知道很辛苦。那你呢？花店去字，通道不稳，两头跑。还好。你看，你也会说还好。你们古代人都这么自然的吗？帮人弄头发，并非自然。那是什么？是没忍住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那组通道数据正在用他还没准备好的速度，一天一天的往下掉。不是40斤，是120斤，1/3的存粮被掏空了。1200斤入仓，现在只剩800。昨夜值守的2人说没看见异常，但其中一个今早家里多了20斤白面，已经控住了。还有，城东张扬的粮铺今天突然降价了，还放言说到了一批新粮，品相跟咱们试验田的一模一样。乡亲们辛苦了！听说裕王府的田丰收了，张某特来道喜。我铺子里现在15倍的价，比上个月便宜了5倍。各位有需要的尽管来。张掌柜，你这是来道喜还是抢生意？我就是个卖粮的，你们种你们的，我卖我的。你铺子里的新粮倒是跟我仓里的很像。粮食嘛，长在地里都一个样。那你介不介意我买2斤拿回来对比一下？世子想买，当然欢迎，大门敞开。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花神娘娘。你哪位？城东粮铺张扬，看着年轻，不像种地的人，倒像是做买卖的。你管我像什么？姑娘有没有想过，来路不明的东西在这片地上用，万一出了差错，最后担责的可不是姑娘你。你操心你的生意吧。裕王府的田能产粮，百姓就不用去你铺子里买高价粮了。我也是好心提醒。那我也给你一个提醒，做买卖账要经得起查，仓要经得起翻。旱年粮道断了大半，你能进到这种品相的货，本身就是个好问题。姑娘确实是做买卖的，眼光毒。你胆子不小，张扬在城里经营了10几年，没人敢当面这么跟他说话，他心虚。你不该跟他正面冲突，他现在知道你不好惹，会更加小心，取证更难。有道理，我冲动了。不过他被你怼得收了效那一刻，确实很解气。那个女人不好惹，进货单仓库，她一个外来的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不是他知道，是裕王府已经在查了，他不过替先探个底，密库再转移一次，换到城外南郊废弃的马厩，账册带走。偷粮的事儿收手，短期内不动裕王府的仓了。那下一步呢？等他们松懈，等一个更好的机会。做生意最怕急，急的人先死。你记得我喝这个？你大学4年只喝这一种。种子什么时候能拿到？最快明年3月。明年3月。一山，别再用那个项目搪塞我了。我帮你弄药剂、查数据、配方案、挡供应商，这些我都愿意。但只因为是你，不是学术兴趣，不是同学情谊。小诺，你是很好的人。这句话后面通常跟着但是。但我现在没办法对任何人交心，我身上的事太复杂，怕把你卷进来。你值得一个全心全意的人，我做不到，我心里装的东西太满了。
那些装满你心里的东西有没有一个人的名字？不回答就是回答了，没关系，药剂继续用，数据继续拿，需要了还是找我。一山，不管那个人是谁，他很幸运。出什么事了？方秋林建议暂停试验田。1200斤粮被偷了120斤，仓库管理漏洞，物资来路不明，女子身份不清，哪一条不是隐患？儿子一直在查，但证据链尚未闭合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那个女子到底什么来路？她叫夏以檀，祖上是海外学者，远渡重洋带回了异域农学和器物。家道中落后，她靠祖辈留下的知识和遗传流落至此。你拿命担保？拿命担保？你的命是誉王府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我的命是父王给的，但这条命能值多少，是他教我的。3年旱灾，儿子守着凤城，守着干裂的铁，觉得这条命不过是耗着，等下雨，等拨粮，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转机。但他让儿子知道，不用等，可以自己动手，可以让荒了2年的地重新长出东西来。他让我觉得这条命不只是用来守的，是用来做事的。起来，1个月，把那个女子来历坐实，把粮仓案子底翻出来。1个月后，我要一个让百姓和朝廷都能接受的交代。儿子领命。1个月够吗？秘藏没找到，但方秋林迟早松口。还有一件事。通道开启时间这周又短了，从41掉到32分钟，衰减速度在加快。最后会怎样？会关，不可逆。如果我们继续运东西，它会衰竭得更快。我们自己加速了它的衰竭。是，按这个速度，也许10天后每次就只能开几分钟，然后越来越短，直到彻底打不开。有没有办法阻止？没有，只能延缓，减少负载，但趋势不可逆。如果关了，我们就见不到了。如果门真的关了，你怎么办？麦绣球跟沈可欣吵架，继续算赤子。你说得很轻松，说中了我会哭，不想在你面前哭。你呢？守凤城，把你教的东西传下去，育苗、滴灌、防虫、储粮，一样一样教给更多人。你说的也很轻松，跟你学的。你什么时候画的？这2天没睡觉。你上次说有一个待定事项，挂着，等安全了再确认。但我想提前说一句，不算确认，算预告。什么？不管这口井明天还亮不亮，你都是我萧瑞恒。萧瑞恒，这是最后一批种子，新品种，比之前的更耐旱，产量高30%，够种20亩。数据库最新版，让方大人组织人学，他管了20年农务，学这些不难。滴灌管是配件，坏了换，别凑合。活的东西比花重要。我很好，不用担心我，也别太累。传令，每3天集训一次，所有人全部参加。夏姑娘不来指导了吗？不来了，可能很久，所以我们必须自己会。画的真细，连害虫长什么样都画出来了。她心里装着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。世子，老臣也想学。时机到了，粮仓、水渠、试验田3路同时动，西北角点草料堆烧粮仓，东取杂闸断灌溉，北面放马采苗。什么时候动？明晚子时。所有人灭火！仓里的粮能搬的先搬，种粮在第3间，不能让火烧过去。世子，东区出事了，闸口被人砸了，水正往外泄。粮仓我盯着，你带5个人去东渠，别硬堵，先找侧沟分流，降主渠压力，等水缓了再补闸。段婶，带人去拦马，不要正面挡，从2侧围，把马赶到空地上，苗能保多少保多少。老婆子明白。世子。
你自己小心。鹏没事吧？没事，鹏和苗都好好的。3个活口，纵火的被巡夜撞上，放油的被段婶绊住。谁指使的？张掌柜的人找我们的，说烧了粮仓，每人50斤粮。锁起来，明天一早带到父王面前。差什么？差一个仓，1本账，一个让他无法抵赖的铁证。段婶，棚子没事，你挡住了。那就好，替我跟夏姑娘说一声，老婆子护住了她的棚。她不在，那等她回来再转告她。好，她说过根没坏就能活。你不在也没关系，你教的东西都在，人都在，苗都在，但你要是能回来就好了。世子，老臣昨夜去了火场，看见段婶倒在棚前，看见你的人在渠边用铲子刨冻土，还看见一个村妇抱着育苗盘从棚里跑出来，把苗护在怀里，跟护孩子一样。世子，张扬的秘仓，老臣知道在哪儿，原来在城东南旧宅底下，3天前转移到城南废弃马铺。你怎么知道？半年前张扬找过我，想合作，他出粮，我出政策，一起控住凤城粮食。我没答应，但也没举报。为什么？那时候觉得朝廷不管，裕王府撑不住，张扬手里有粮，至少百姓还能买到，虽然贵，但总比没有强。世子，老臣不求原谅，只求你用这些证据把张扬连根拔了。起来，你有罪，但你今天做了对的事。功过不相抵，写自成书，从头到尾全写下来，然后跟我一起去见父王。秘仓在哪儿？城外南郊废弃马厩，账册、囤粮、田契应在里面。即刻动身，围捕查抄。这人记账倒是勤快，把自己的罪证写得比官府俊纵还详细。世子殿下，这么大阵仗是来买粮的？昨夜城北官仓700室城粮被烧，全城百姓1冬的强粮，你自己看。账册可以伪造，口供可以逼供，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亲自下令？你若是来拿人的，我就把这个铺子里的存粮全点了，够烧一阵子的。你已经烧过一个仓了，再烧100次，明年春天种子种下去，粮食还会长出来，你烧得完吗？搜，总计约5000斤粮，田契47份。3年，整整3年，花20倍价买粮，吃了多少草团子，啃了多少树皮。粮会按户分配，田契归回原主。从今日起，凤城粮价由裕王府统一调控。老臣去看了试验田，被采的那片已经补种了，根没断的苗在重新抽芽。方大人，你的自陈书，父王说押后再议。现在城里需要人手，粮仓重建，渠闸修复，田地补种，你来牵头，将功补过，从今天开始。老臣领命。张扬落网，粮已分，田在补。方秋林反水了，段婶伤了肋骨，他说棚子比骨头重要。绣球倒了但没死，扶起来了。我等你，不管多久。怎么会？你头发长了，你瘦了。新品种5斤，够种20亩。别剪了，先收好，不能泡水。没有任何东西比你重要。给你的。上次通道断的时候，我有这口井，明天还亮不亮？你都是我萧瑞妍此生唯一想守住的人。你知不知道我猜了18天？你知不知道我每天6点看井，1天没了？
你衣服湿了。井水溅的。你那半句话和我那封信算不算？算。算什么？待定事项，确认了。我得回去，可心还在那边，花店还在，我的生活还在，我不能就这么消失。好，给你，替我收着。来吧，最后试一次，开不了我就认。有光，我要走了。你答应我3件事。你说。第一，回去养好身体。好。第二，花店不能倒。尽量。第三，等井再亮的时候，你要来。你也答应我3件事：种子种下去，会；段婶的伤养好，会催他。第三，那封信你每天看1遍。好。萧瑞恒，后面那半句话我听到了。你，我过去了，把东西全交了，然后回来了。你舍得回来？我欠你1个月工资，不回来你找谁要？你下次要走能不能跟我说一声？来不及，光只亮了一会儿，下次还会亮吗？不知道，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行，你先去换衣服，感冒了你连看景的力气都没有。你在这边替他活着，他在那边替我种着，够了。世子，古井那边还要继续派人守着吗？守着。守到什么时候？守到它再亮。在这边，一盆野花守着一口古井；在那边，一盆绣球守着一片田。2个世界，2个人，各自忙着，各自等着。没有人说再见，只说回去了，意思是还会来。